此物是我们胡家祖传的法器，我们先祖本来是镇魔世家的一个佣人。云淼小姐，我强行带着你去觐见圣主，你还不配。云淼，好久不见，你的记忆还没恢复吗？真期待你恢复记忆时的样子。云淼小姐，刚才那是什么？难道您真的失忆了？不记得了。云淼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帮您守护好这个秘密。所以，您下山是为了寻回记忆。应是如此。可是玉营八大家也才是近100年成立的，应该不可能知道您的过去啊，除非找到刚才那个字迹背后的人，或是某个和你有关的千年家族才有可能啊。千年镇魔世家南宫家第32代传人南宫倩倩来此恭迎祖师法器。云淼小姐，她说的那个法器，会不会就是您的那幅画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家族很有可能知道您的过去啊。有意思。云淼小姐，您是觉得太巧了，还是说这是幕后之人布的局？无妨，且看。小姐，这种乡下地方真的会有祖师法器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这是爷爷耗费寿元算出的唯一生卦。我们南宫家世代镇压大魔，如今封印摇摇欲坠，若再请不回祖师法器，恐怕等待我南宫家的将会是灭门绝户。那，请问我南宫家祖师法器，祖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那都是1000年以前的人物了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呢？镇魔世家？是，我是南宫家第32代传人。看您的长相，您莫不是祖师后人？若如此，我斗胆请您告知您的长辈，大魔即将出世，急需支援。带路吧。什么？笨！云淼小姐的意思是准备亲自去你们南宫家，让你们准备招待。您要去我们南宫世家，可是以您的年纪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传讯，让家族上下恭迎祖师后人驾临。云淼小姐，南宫家到了，请下车吧。哇，不愧是1000年世家，这礼仪我得学，以后伺候云淼小姐用得到。哎，云淼小姐，这是执念，又来执念了？云淼小姐，执念是指……无妨。带路啊。云淼小姐恕罪，我南宫家围绕镇魔石而建，附近一砖一瓦都是封印的一部分，按照祖训，只能步行，免得破坏封印。啊？那这些是？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停！南宫小姐，您回来了。谁让你们把挖掘机开进来的？破坏封印，你们担得起吗？哎呀，这个规矩我们当然知道呀，可是这是南宫家主亲自下的命令。你胡说什么？爷爷怎么可能下这种命令？抱歉，云淼小姐，我们南宫家似乎出了些变数，我必须立刻赶回去找爷爷问清楚情况。南宫家在办丧事吗？谁死了？
南宫家的老人死了。可是刚才拆迁队那个人不是说……倩倩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该回来的呀！大伯，爷爷真的去世了，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？爷爷3天前去世的，临终前，他把家主的位置传给了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爷爷身体一僵硬了，半个月前还跟我通过话呢，怎么会突然就……是那个大魔头干的，对不对？倩倩，不要胡说八道！你赶紧走，家里现在乱得很，你不能留在这里啊！爷爷都去世了，你们不告诉我，还要赶我走？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背着更重要的使命。爷爷在天之灵，也一定会体谅你的。大伯，我已经完成使命，寻回了祖师法器。什么？这位就是祖师后人于淼小姐，祖师法器也在她手上。祖师后人，倩倩，你说真的？大伯母，我敢拿性命担保，于淼小姐真是祖师后人。不信你们看，她和画像长得多像。爸，这样的话，计划就……闭嘴！祖师后人，请恕我南宫家眼拙，失礼了。于淼小姐，我怎么感觉这个人很不乐意看到你的出现？祖师后人，舟车劳顿，请先在南宫家休息一晚，待我料理完老爷子的后事，明日一定好好招待。可以，于淼小姐，请跟我来。大伯，大魔随时会打破封印，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明天再谈？倩倩，你在教我做事情吗？我不要再说了，我是家主，自有分寸。大伯，你今天真的好奇怪。对了，之前那些挖掘机……够了！倩倩，你去照顾好于淼小姐就好，其他的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外围封印尽毁了。不好了，大伯，有敌袭！他们破坏了外围封印，镇魔石也失去了法力供给，封印最多只能再维持1天了。我知道。大伯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淡定？快集中人手，想办法加固封印。不用，那镇魔封印是我亲自下令破坏的。南宫家上下一致决定，毁掉镇魔封印，向魔咒大人投降。你们在开玩笑吧？别闹了，大伯，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倩倩，我们没有开玩笑，这是我们南宫家所有人的决定。是啊，魔族的力量恐怖如斯，他是不可战胜的。除了投降，我们南宫家已经没有出路。你们都怎么了？爷爷这才刚走，你们就要投降？你们这样
得起拼死都要封印大门的爷爷吗？对得起历代牺牲的列祖列宗吗？闭嘴！我们南宫家传承千年，为镇魔牺牲的难道还不够吗？你爸爸，你爷爷，你太爷爷，你祖爷爷，一代又一代人都为了这个破封印而死，凭什么我们南宫家就要冒着人人早逝、灭门绝户的风险，一直跟他斗下去啊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请回了祖师后人，还有祖师留下的法器，我们南宫家已经有希望了呀！希望？倩倩，你太天真了。南宫家已经没有希望了，魔咒的力量如浩日，如沧海，不可捉摸，不可战胜啊！喂，我说你是家主，怎么光长别人士气，灭自己威风？二位，你们来的不是时候。我们南宫家已经决定改弦易辙，现在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离开，否则的话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哼，我们千里迢迢的赶过来帮你，你居然说这种话？谁要你们帮了？我们南宫家已经决定投降魔主大人，你们现在过来，是想让魔主大人怀疑我们投降的诚意吗？诚意？你们这群软骨头！什么魔主大人，狗屁！云冕小姐反手就能弄死他。一派胡言！且不说他是不是招摇撞骗，就算真是那什么祖师后人，他那个大学了多少本事？魔鬼大人纵横于世，区区一个小姑娘，就不要来送死了。我说你这人就这么贪生怕死？你说什么？南宫家纵横千年，族人遍布全球，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就算你们南宫家再厉害，投降了也就是软蛋。你少在这说这些没用的了，赶紧走吧。如果你们非要留在这儿，破坏魔主大人出事，那就别怪我南宫家不念旧情。真是没骨气。云冕小姐，我们真是白来一趟。不，没有白来。你身上有朝圣堂的气息。朝圣堂，沈阳之那个混蛋所在的组织，你居然和那种混蛋有勾结！大伯，你在做什么？背叛了南宫家祖训，还和朝圣堂那些臭名昭著的败类混在一起？不，我没有。云淼小姐都戳破你了，你还不承认？好，既然你们非要刨根问底，那我就说出真相。只怕我说出真相，你们会害怕到站都站不住。哼，吓谁呀？尽管说来。事情要从4天前开始说起。那天，我们南宫家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敌。阁下止步，胆敢再靠近镇魔封印一步，我南宫家必取你性命！传承1000年的镇魔封印，真是夺天地的造化大手笔。可惜，毕竟已经过了1000年。不好！老爷子，老爷子，不！镇魔封印！爸，老爷子，爷爷，起阵！爸！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爸！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圣灵法器果然威力无穷。魔主，你与圣主的交易已经完成，答应圣主的条件不要忘了。
镇魔封印已经出现缝隙，魔主脱困已成定局。你们若肯投降，帮他破开更多封印，或许他可以饶你们一命，也说不定。啊哈哈哈哈哈！爷爷，既然是这样，不，这不可能！爷爷是我们南宫家最强的降魔师啊！现在你们明白了吧？就算是老爷子，我们南宫最强的降魔师，降魔界泰山北斗一样的存在，在魔主那里也只是蝼蚁一样。而我们这些晚辈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只能投降。那是你们以为只要云淼小姐出手，一定能降魔。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我不与你计较。今日言至于此，赶紧走吧。不，大伯，我还是不信。为什么？我们南宫家祖训以天下苍生为重，以镇魔为己任。为什么我们要投降？难道我们怕死吗？蝼蚁尚且偷生，怕死是人之常情啊！你还要怎么样？难道要我们全族人都去送死灭族才行吗？好，那你们投降吧！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要和大魔头血战到底，绝不动我南宫世家威名！谁给你的资格代表我们南宫家？你一人与大魔为敌，会害死我们所有人！我现在就把你逐出家门！你给我滚！你个混蛋！亏你还是南宫家主，还没有你侄女有骨气。云淼小姐，我们走吧，别管这帮软蛋。你真的想好了要这样做？好恐怖的气势！难道他真的是祖师后人？我当然想好了，我父亲死了，这个家由我来做主，南宫家的未来我说了算。也罢，镇压魔主与否，都是你们南宫家的自由。我此行来，只为了解旧事，把你们南宫家的古籍拿出来，我看过了，就走。好，看在祖师的面子上，我让你看。看完之后，立刻离开这里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于淼小姐，我去给你拿古籍。大哥，真的要这样吗？这些人留着，万一破坏了咱们的计划。如果他真的走了，那就更好；如果不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于淼小姐，今天真的万分抱歉。我们南宫家本来不是这样的，或许是大魔的力量影响了他们。云淼小姐，我感觉这件事情80%已经不受控制了，您还是快出手。时候未到。什么时候未到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您抽中他们的脸了。那呸！那什么大魔，根本就不配给您提鞋。于淼小姐，真的这么厉害？那是当然的。我跟着云淼小姐这些天，战妖除魔，造福苍生，无论是多么强大的敌手，都不是云淼小姐的一合之敌。我告诉你，一把油纸伞。我错，你还不配话，通通镇上。云淼小姐，我是着急给您证明了。明日自见分晓。啊？还要等到明日？
明天我绝不投降。南宫小姐，请。啊。我留在这的记忆，小姐，终于封印了这祸心魔主。南宫诺，你留下。小姐，我。南宫诺，这祸心魔由你跟你的后代镇压千年，你可愿意？小姐，那我此生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？若此局能成，1000年后，也许还会相见。小姐在上，天地为证，我南宫诺立誓，此生为小姐世代镇压大魔。除非我南宫一族族尽人亡，否则此魔永远不会脱困。小姐，这是什么？无需多问，好好保管。已经1000年了吗？南宫诺，你没有违背承诺。哎，这大早上的怎么天黑了？不会是大魔王要出事了吧？哎，这，我等等，这什么情况？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南宫家从哪儿突然冒出了这么多人啊？我们南宫家传承1000年，历代都有分家。这是江北南宫家分支家主，这是御省南宫家分支家主，还有三叔公，还有我们南宫家闭关30年，法力最精深的大护法，全来了。我们南宫家几弟全来了。不对呀，他们不是要投降吗？投降仪式请这么多人来，这闹得太轰轰烈烈了吧？简简，你为什么还不带祖师后人走？大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时候了，说吧。你从一开始就看穿了吗？看穿？玉面小姐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既然如此，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。我南宫家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想过投降，先前是碍于魔主的监视，不得不虚以委蛇。随着他慢慢的放松警惕，终于我们逮到了机会，可以置他为死地。所以你是说投降是假的，其实你们一直暗地里在谋划，这个阵法也是你们偷偷搞出来的？我就知道，我们南宫家绝没有贪生怕死、卑躬屈膝之辈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你昨天对我和云淼小姐那个态度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直接请我们帮忙啊。那是因为祖师在上，今日我等效仿先祖，以命立誓，定要同仇敌忾，万众一心，
誓为祖师镇杀大魔。越战至最后一人，我南宫一族也绝不退后，绝不退后。我南宫家的先祖乃是祖师的奴，我南宫世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世家，就是因为他一句话而成全。今日之战凶险难测，我南宫家可以不怕死，但是绝对不能把祖师的后人牵扯进来。所以你昨天是想故意气走我们？当然，也有私心。这孩子是我三弟的女儿，我三弟在我这一辈最精彩绝艳之人，能力远在我之上，也最有可能继承我们家主之位。可是10多年前，镇魔封印突然异动，他和妻子全身守护镇魔封印，沾染了魔头的气息，双双受尽痛苦而亡。因此，自小我们就对倩倩视若公主般宠。大伯，孩子，我们南宫家秉承先祖意志，世代镇魔，绝无怨言。可至少要让你这一脉流传下去。好了，倩倩，大魔的力量太过于恐怖，9天大魔阵即将启动，你立刻带着先祖后人离开这里。不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和大伯你们一起并肩作战。是啊，南宫家，让我们给你出一些力吧。不行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。大伯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根本就是要送死。玉妙小姐，您说这什么意思？9天道魔阵以燃烧生命为代价，非燃尽不可结束。因此，凡入阵者必死。大伯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还在骗我，说什么可以镇杀魔头？其实你们根本就是想用命和他同归于尽，对不对？倩倩，你就别再问了，不然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哈哈哈哈！愚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大伯，哈哈哈哈！一群蝼蚁，也想和本魔主同归于尽，不自量力！怎么会这么快就解开所有的封印？本魔主的力量岂是你们这些凡人能够想象的？你们本来可以投靠本魔主，现在只有死了！大伯，大伯，快带他们走，快走！9天大魔阵，起来！9天大魔阵，起！9天大魔阵，起！9天大魔阵，起！成了！一群蝼蚁，真想翻天！好了，我玩够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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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本魔主终于自由了，我的力量完全恢复，本魔主天下无敌！啊！大伯，别过来！快带祖师后人走啊！不，大伯，你们会死的，大伯！魔头，今日我南宫一族要和你同归于尽！战！同归于尽！同归于尽！蝼蚁，都给本魔主死吧！大伯，我还是太弱小，父亲，对不起，儿子无能。要是三弟在，也许……找死的蝼蚁，本魔主就成全你们！
这，你是何人？藏头遮面，装神弄鬼，看本魔主碾死你！不，云美小姐，快走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走不了了。林淼，你还活着？不可能！不，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我看到了什么？魔主，南宫家拼死都无法撼动的大魔，在向云淼小姐求饶。云淼小姐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云淼小姐，您简直太神了！你好弱，弱，能把我南宫家族灭族的魔主，在云淼小姐嘴里居然说好弱，这云淼，不要欺人太甚！今天我和你同归于尽！小心，还要自爆！哎，靠！这家伙闹了半天是要逃跑啊！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你好歹是个大魔王，你竟然临阵脱逃，你要不要脸去？不，他在这儿，我不逃，难道等死吗？霍心魔，你这么弱，当初为何不杀你，而是封印你？您怎么不清楚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被封印了太久，我什么也不清楚。去，拿个有盖子的东西来。拿什么？随便。随便。哦。啊，云美小姐，我自己用的保温杯行吗？啊。你这保温杯还挺可爱。啊，我爸给我买的。打开吧。哦。不要！我不要被封印啊！哦。你看什么看？哎呦！啊！还不盖上？哦。哟，云美小姐，这魔主到底什么玩意儿？喷我一脸黑眼！你喷！我给你拧紧点，你这辈子都别出来！就这么结束了？我南宫家前所未有的劫难，就这么结束了啊！结束了！我们南宫家的劫难终于结束了！倩倩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二伯，你还活着？等等，我不是死了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你这瞎嘀咕什么呢？快和二伯一起谢谢云淼小姐，要感谢她，让这一切都结束了。结束。云淼小姐，还没有结束，求您出手，救我南宫家全族！
南宫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云淼小姐已经把大魔头封印了。大魔根本没有被封印，被封印的只是他的一缕残魂，而真正的大魔，其实……散去。按云淼小姐说的做。另外，你们2两1组，各自去新的地方布置封印，务必要确保大魔再也不能脱困。是。云淼小姐，大恩不言谢。今日以后，我南宫家唯您马首是瞻，但有吩咐，无所不从。是。起来，说吧。是。云淼小姐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我是重生来的。什么？重生？继续说。上一世这个时候，云淼小姐您封印大魔之后，飘然离去，然后当晚，我们南宫家就发生了巨变。祖师在上，我南宫家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等等，二弟呢？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刚才二爷派人传来消息，说老爷子棺椁被撬，尸体被盗了。什么？滚蛋！谁敢这样羞辱我南宫家？不知道啊，不过二爷已经派人去追了，应该现在。二弟性格鲁莽，只怕要遭算计。所有人立刻前去支援。是。奇怪，人怎么不见了？二弟，二叔，阿伯，不可能，谁干的？从那天起，我们南宫家每晚都会死人，先是最疼爱我的大伯母，接着是大哥南宫城，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会带着那种很诡异的笑容。到了第4天，我们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把所有人都聚到了一起。可是随后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鬼鬼祟祟的东西，有种你就出来！我南宫家绝没有贪生怕死之辈。妖孽，敢戏耍我南宫家，也让你有来无回！大伯，大伯，大伯。魔主的记忆。什么？魔主？不是被云淼小姐封印了吗？怎么还能出来兴风作浪？传世之神金蝉脱壳，快逃出去，去找云淼小姐，告诉她，被封印的只是一缕残魂，真正的魔主早已转世。不，大伯，快走！起阵！呵，魔头竟敢控制我二弟的遗体！
从那一刻起，我的意识便陷入了模糊，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。等我再睁开眼，就回到了现在。哎，南宫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于淼小姐，现在我谁都不信，只能信您，求您出手，改变我南宫家被灭族的命运。重生，有意思。没想到重生这种事情竟然真的发生在我的眼前。哎，玉淼小姐，你说如果我回家之后把这些经历的奇事都写成书拍成剧，我能不能大赚一笔？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老爷子尸体被盗，二爷已经带人去调查去了。不好，一切真如我上一世所经历的那样。不过，怎么提前了这么多？于淼小姐，总之，请您赶快出手吧。我早就想问了，于淼小姐，这到底是谁的执念？是你爷爷的执念。什么？爷爷的执念还在？是了，一定是我留下了于淼小姐您，所以爷爷向您求救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这个大魔头真的金蝉脱壳，怪不得这个魔主在那儿胡说八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带路。是。南宫小姐，这里岔路也太多了吧？你确定没走错路啊？当时我们一家人找了二伯很久，但我重来一次却可以直达目的地，一定赶得及的。到了。二伯，二伯，你在哪儿？二伯，二伯，芊芊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快走！那怪物不是你能应付的。二伯，没事的，我已经带于淼小姐来了。原来于淼小姐到了，好，这次总算是。二伯，二伯，二伯，你伤得好重。那怪物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要不是他诡异的逃走，恐怕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我知道了，你说的那个怪物一定是被于淼小姐吓死。八成如此。于淼小姐，我南宫家欠您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说说事情经过。我本在周围加固封印，忽然听到说有人掘老爷子的坟，我一怒之下便前往查看，没想到却碰见这个怪物，而且我感觉到他身上有我南宫家的气息。啊，等等，你是说魔主转世就是南宫家的人？什么？魔主转世？魔主不是已经被于淼小姐封印了吗？我重生的事情还不能办了。我是说，这是于淼小姐的推测，被封印的只是魔主的一缕残魂，真正的魔主已经完成了转世，很有可能就混在你们南宫家之中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奸细揪出来，不然我南宫家危矣。二伯，你先好好休息，这件事情
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。二弟，爸，你怎么了？死不了。二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哥，说来话长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好，我们回去。你聊上。哎呀，有没有小姐？你也在呢。别打扰你。啊，是。有些不对劲。于妙小姐，哪里不对劲？先回去吧。南宫小姐，所以说昨晚我们改变了你重生前的事情。这说明有于淼小姐在，上一世的事可以改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定可以救下她。好浓的血腥味。大婆婆，倩倩，你没事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明明是迷惘在外，难道是因为我的阻止，让他没能杀掉二伯，就另外选了大伯母作为替代？南宫小姐，你是说凶手出于某种目的，每晚必须要杀人？倩倩，你知道些什么？快都说出来呀！大嫂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啊！倩倩，倩倩！南宫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的头突然好痛，就好像针在头上夹一样。退下。于淼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退下。二弟，于淼小姐，自有分寸。于淼小姐，我要去处理那人的后事，就先是本人。倩倩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我母亲被害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大哥，我不是隐瞒，我是……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？给我想起来，想起来！哎，南宫小姐，倩倩，你身体不适，大哥不逼迫你，但大哥迟早会向你问个明白。南宫小姐，那个，你也别太在意。大伯和大哥，他们没错，是我没有把话说清楚，才让他们误会我。于淼小姐，我说的哪里不对吗？此刻你们南宫家除去下人，还有多少人？于淼小姐，您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们南宫家主的，除了下人，您都见过。真要说，倒有一个不是我们南宫家的人。哦，是我大哥未过门的妻子，我未来大嫂林玉清。林家与我们南宫家世代联姻，这次他们派大嫂来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大伯说，决战前他也曾劝大嫂离开，却被坚决拒绝。看来真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。照你说，上一世你的记忆，她是什么时候死的？我不知道，但至少我死的时候，大嫂还没有被害。但我知道，下一个被害的，就是大哥。可是现在第一个死的是南宫夫人啊。
你知不知道蝴蝶效应？因为你做出了改变，所以后面的情况可能都会随着变化。我觉得不会，毕竟那家伙先是挑选二伯下手，杀不了二伯才选择了大伯母。可即便如此，这个顺序也是符合了我重生之前的情况。奇怪啊，凶手的杀人目标是固定的吗？他杀一个人杀不成，所以他才会选择另一个人杀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不知道，但只要抓住他，一切都将真相大白。于淼小姐，我们南宫家不能再有人牺牲了，我求您今晚助我抓住那个大魔头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大魔头下一个要杀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守株待兔，以有心算无心，那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抓到？但还需于淼小姐出手才行，否则凭我们的实力根本不够。说说你的计划。是，我的计划是，我们南宫小姐，你干了什么？那个是我南宫家特制的镇魔粉，虽伤不到魔头，但只要他靠近，就立马会沾上粉末泄精。到时候就请于淼小姐出手降魔。哇塞，你这个主意简直太棒了！不过你没有通知你大哥暂时避让吗？不可以的，那个魔头他不是于淼小姐的对手，出手一定会十分谨慎。如果事先告诉了大哥，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，坏了大事。南宫小姐，我突然发现你好像有点狠，连你大哥都能当诱饵。为了最后的胜利，为了让大哥他们都能活下来，我只能如此。不是，天亮了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呀！那个家伙明明应该会在昨晚对大哥下手的。哎，会不会他们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准备白天下手啊？不可能，我看过南宫家的祖传典籍，那个大魔修炼的是知阴之法，和人的阳气冲突，一旦转世为人，就只有在晚上功力才会恢复。所以上一世，他每一次都会在夜晚出手，从无例外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在白天逃跑呢？是啊，我们为什么不逃呢？哪怕是去找于淼小姐也好，我们为什么要傻傻的等了好几个晚上？不是，这不是你上一世的记忆吗？你自己都不记得。好痛！南宫小姐，要不你先好好休息一下。不，这是很重要的记忆，我一定要想起来，一定要想起来！多谢于淼小姐。哎，你把人吓死了。玉梅小姐，她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这大概是重生后的后遗症吧。我总是不能细想当时的细节，一想就会头痛欲裂，而且我总是觉得我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。重生是这样的，这么神奇啊！不过万幸，虽然没抓到那厮，但总算是保住了大哥的性命。哎，他们是干嘛的？哦，她就是我未过门的大嫂，我大伯母家的女子林玉清。旁边那个是她的陪嫁丫鬟，他们这个点估计是来叫我大哥起床的。
这年头还有陪嫁丫鬟，奇怪。怎么会？昨晚根本没人进来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嫂，我大哥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进来就看到这儿一滩血。不对，我们在外面坚守了一晚上，南宫大少爷根本就没出房门，是不是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合理怀疑。周少爷，我们小姐也是刚刚进来，不过顷刻间。如果真的是我们动手的话，那你们应该听到南宫少爷的惨叫才是。还挺有道理。哎，你这小丫鬟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如果不是你们做的，那我大哥呢？这怎么回事？南宫家主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们之前在外面守了一夜，南宫大少爷应该还没有遇害。倩倩，你来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伯，哎呀，倩倩，你快说呀你！哎呀，倩倩，你怎么每次到关键时刻你都这样？够了。刘淼小姐，您有何吩咐？去查查这处房间。云淼小姐，我哥的房间有什么好查的？难道还能藏人了不成？我们还是赶紧先去找我大哥吧，我不相信他出事了。按云淼小姐吩咐的做。南宫小姐，你之前没有关于这间房间的相关记忆？我好像记起来了。我哥的房间里怎么会有一个密道？倩倩，你怎么知道这房间有一处密道啊？哎，您别想那么多了，这间密道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。总之，我们先下去看看。云淼小姐，你看，什么地方啊？这南宫家的地下居然还有这么一个诡异的地方！哎，我南宫家的列祖列宗居然全然无知啊！怎么有一股血腥味啊？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你快把眼睛睁开！你哥死了？你闭嘴！我哥他没有死，他没有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明明重来一次了，为什么大哥还是死了？好重的阴气！云淼小姐，这到底什么鬼地方？祭坛，魔的祭坛。云淼小姐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南宫家不可能有人造建魔主的祭坛啊！有没有可能此人就是魔主转世身，悄悄的在这地下建的祭坛？大哥，魔主转世折服南宫家，我昨夜就已经知道了。原本是想要告诉你的，但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儿，
我怕你心里……你糊涂！魔族之事何其重要，岂能因私废公呢？大哥，我错了。是什么玩意儿？是祭品，98，就只差最后2个灵力充沛的极品。这个祭祀就算是形成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之前看过一种古书，里面刚好提到过这种祭坛。古书？那再死2个人会发生什么？不知道。从来没有人完成过这么恐怖的祭祀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这种祭祀一旦完成，就会有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。云面小姐，看来我们今天必须在这里抓出凶手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你们之中有人在说谎。云淼小姐说的没错，那个说谎的人就是真凶，而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谁？倩倩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下去吗？二哥，你说什么？我……倩倩，二哥也不想怀疑你，可是这几日，整个家族唯有你最可疑。这里这么隐秘，就连大伯，连我爸他们都不知道，可你却知道。如今大哥死在这里，一桩一件都指向了你，你让二哥怎么不怀疑你？倩倩，我不相信，真的是你吗？倩倩，你大哥把你当做公主一样，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！不是的，不是我真的只是想救大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大哥害死啊！大家都冷静啊！南宫小姐不会是魔主转世，她的这些反常都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你倒是说出来啊！好，事到如今，我就不再隐瞒了。南宫小姐其实是慢着，你手打开。云淼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我不可能害我大哥的。我们兄弟情比金坚，从小到大，我最敬重的人就是他了。没错，云淼小姐，谁都有可能是阿成，阿义绝对不可能。爸，你也不相信我？手打开。阿义，这是你的天仙玉佩啊！这畜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是他第一个冲上去的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你快把眼睛睁开。原来你是想拿回自己的玉佩。如果这样说的话，你应该是昨晚在这里杀害了你大哥之后，慌乱之中被他拽下了玉佩。今天早上发现玉佩不在身上，所以你第一个冲进来，准备销毁证据。不，二哥，这不可能！你不是和大哥最亲了吗？你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？阿义，我可是把你当亲儿子养啊！你不是我，畜生！那是你哥哥，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啊？是，他是我大哥，可就是因为他是我大哥，是家族的长子，所以你们谁都重视他，谁都疼爱他。
包括您，我的亲生父亲，也把他当成真正的儿子疼爱，何时在意过我这个亲儿子的感受？畜生，残害手足，居然现在还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是啊，在您眼里，我永远都是这样的畜生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只会被您训斥。我就是个残次品，永远都比不上大哥。爸，我学会了封魔术，今年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加固封印了。封魔术不过是最基础的功法，你大哥在你这般年纪已经学会了8门正法，你不好好的学你大哥，反而在这里沾沾自喜。是，爸，我会努力的。啊，对了，你大保姆前一阵回去省亲，说林家有意与我们亲上加亲，对象呢就是你和林家大小姐林玉清。爸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件事情呢，我已经替你回绝了。什么？爸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大哥还没娶亲，你先娶亲，像什么样子？我已经和你大保姆说了，就让你大哥和林家小姐完婚吧。爸，你知不知道，当时我跟林家小姐书信往来已有1年，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笔友，甚至互相视为知己。可是您一句话，她就成了我大嫂，一颗真心再也没有机会告诉我。您不觉得是您把我逼到这一步的吗？畜生！居然你还觊觎你的大嫂，混账东西！你想把我气死吧你！我就知道您永远都这么偏心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需要得到您的认可。青儿，您走吧，就我们2个，一起远走高飞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什么时候成知己了？青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彼此书信寄还，互为知己吗？住嘴！你别在这儿辱我清誉。我们是有书信往来，但那也只是日常问候而已，何来你说的这些？青儿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？我们明明那么喜欢彼此，为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你这家伙是不是有点太自恋？人家明显就不喜欢你，只是跟你说了几句话，你却因为嫉妒杀死了你大哥！住口！你住口！不知道晴儿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她是我唯一胜过大哥的地方。可转眼间，晴儿又被他夺走。二哥，就算你妒忌大哥，那你也不能杀了大哥。他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即便是婚姻，也是父母安排。你为什么要把冤恨都撒在大哥头上呢？如果我说我没有杀他，你们一定不会相信我。二哥，你说，我听着。我一开始也没想着杀大哥的，我只是突然发现我的房间也有一条一样的密道，我下去一探究竟，就看到了哥哥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昏昏沉沉的晕了过去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大哥躺在了我的怀里，全都是血，全都是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
你大哥的死是你无心之举。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！这个畜生，到现在你还在狡辩！大哥，我养的这个畜生，他犯下了滔天大错，我对不起您，你杀了我吧。二弟，这不怪你。哎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不过好在事情终于解决了，魔主转世身已死，今天可以睡个安稳觉。奇怪，事情不是结束了吗？为什么南宫老爷子的执念还没有消散？袁淼小姐，我南宫家出了这样的家丑，真是让你见笑。你们南宫家的古籍可还有缺？一并送来。唉，徐淼小姐还是这么淡然，这么悲情的家庭伦理剧都不能勾起她的动容。于淼小姐，送给您的那些古籍已经是全部了。不过还有一本我们先祖留下的古籍，让我们藏在南宫家的地窖里了。哦，带我去。我带您过去，那地方只有我这个家主有钥匙。您请。于淼小姐，我带您出去。不用，就在这儿看。是。于淼小姐，这个执念好像要提醒你注意什么。不用管他。哦，那我先出去守着你。于淼小姐，啊，反正事情也已经结束了，我打个盹儿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没结束，还没结束。就在刚刚，我突然想起来重生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。南宫少夫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魔主转世身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可恶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我突然才想起来，上一世大嫂她也死了，而且就死在大哥之后。大哥，你不是说你的死在你嫂子之前吗？什么？我大概是重生后出现的记忆偏差，直到昨晚，我和二伯他们帮大伯处理大哥后事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想起来，我应该是第5天才死的。南宫小姐，不是我非要怀疑，只是你说的事情颠三倒四，着实透露主观。你说你是重生而来，想要改变这一切，可是你除了救下南宫二爷之外，其他人你每一次都晚到。还有你给出的计划，看似万无一失，实则莫名其妙出现纰漏。若不是你执意按照你的计划执行，云淼小姐说不定早就按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件事了。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我只是就事论事。云淼小姐，您看。云淼小姐，真的不是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记忆总是时隐时现，而且我无法控制。来了。儿媳怎会如此？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魔主的转世身，我不是已经把他杀了吗？很好，剩下的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开始揭露真相吧。玉梅小姐，您的意思是说，你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？南宫翊的遗体何在？下葬了。玉淼小姐，你问这作甚？说实话。玉淼小姐，您说的这个，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二弟，说起来，阿义的尸体是你处着的呀。大哥，不要提那个畜生，他就不配有名字。是，玉淼小姐，我承认，我说谎了。畜生的尸体，我已经扔在了乱葬岗，招来了一些野狗，啃了。南宫二爷，你未免也太狠了吧？那可是你亲儿子呀！我就没有这种手足相残的儿子。哼，要不是害怕大哥阻止，我一定将他挫骨扬灰。哎呀，二弟呀，你何必这样呢？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不怪你，大哥，弟替我心里难受啊！我养的这个孽畜，害死大嫂，害死您儿子，如今又冤魂不散，害了您的儿媳妇儿，我真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去赎罪呀！我等等，南宫二爷，你是说这是冤魂作祟？不然呢？一定是这个孽畜心有不甘，化作了冤魂，所以才……戏还没演够吗？最后的祭品，你不是已经集齐了吗？玉梅小姐，您说的这是什么呀？玉淼小姐，这诛心之言，您可不能随便乱说啊！您有证据吗？玉淼小姐，你是在怀疑二伯吗？不可能的，在我重生前的世界里，二伯是第一个死的，他根本不会是……你错了，根本没有重生这回事。你说什么？这世上也许有重生，但你没有重生。不可能！如果不是重生的话，那我之前那些记忆算什么？是啊，玉梅小姐，如果不是重生，这些说不通啊。那些记忆，不过是霍心魔的法术植入到了你的脑海之中。这不可能！二弟，玉淼小姐，您在开什么玩笑啊？您说的这些东西，我可是闻所未闻呐。你自导自演了这出戏，一来可以洗脱嫌疑，二来可以引诱你的侄女入局，让她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而真正掌控的人是你。如此，你便可从容收割祭体。玉淼小姐，你这些话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我懂了，怪不得我们每次救人都晚了一步，实则是你在故意引导。你故意按照南宫小姐的记忆去杀人，实则就是想误导她以为自己重生。你真是阴险，南宫二爷。二弟，这真的是这样吗？二弟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二伯他根本不可能是。好好想想。倩倩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倩倩，你知道些什么？快都说出来呀！倩倩，倩倩，哎呀，倩倩，你快说呀你！哎呀，倩倩，你怎么每次到关键时刻你都这样？
是你，每次都是你，在向我植入记忆。二弟，真的是你啊！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不愧是祖师后人，我藏得这么深，居然还是被你们给发现了。二伯，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你是最疼我的那一个。疼你？那不过是为了利用你罢了。就像我那个儿子，从一开始不过是我手里的工具。所以南宫二少临死前说的都是真的。南宫大少是你杀的，你栽赃陷害，冤死了他。没错，我是他的父亲呀。你们就不会怀疑我冤死他。如此一来，你们会觉得事情已了，放松警惕。如此，我才会收集到这最后一个祭品呀！啊，混蛋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才是那个真正的畜生。无所谓你们怎么说了，如今我已经集齐了全部的祭品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这世间主宰，再也没有人是我的对手了。诸放祭品，天魔圆满，进！云面小姐，快阻止他！来不及了，祸心天魔宫开！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我的魔宫为何破了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杀错了人，我才是真正的林玉清。不可能！你要是林玉清，那他呢？他只是我的一个贴身小丫鬟。我们只是做了一个交换身份的游戏。诈尸！小姐，小姐，以后能不能别再让我玩这么刺激的游戏了？说不是云淼小姐给我的替死木偶，我这次可就真要被她杀死了。好，这次就委屈你了。也多谢云淼小姐能够同意我的计划，勾出真正的心魔。哎，等一下，云淼小姐，你们什么时候沟通的？就是在昨晚你睡觉的时候啊，周少爷。我还记得你昨晚做梦的时候都在说，云淼小姐，我是你的奴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难怪那个孽障说你们互为知己，你却不认。原来他根本认错了。倒也不完全是，我是真的闲来无事和他聊聊。没想到他就当真了。想不到本魔纵横天下，却栽到你一个小丫头的手上。哼！即便没有最后一个祭品，加上朝圣堂交易来的力量，未必就不能。能什么？哎，我说你们一个一个的怎么都不长记性啊？
什么水平敢跟我们云淼小姐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完成了祭祀，恐怕对于云淼小姐来说，也就是一巴掌的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如安安生生的做一个斩妖除魔的降魔师。那不是怪你吗？你自己不干。那日我施展金蝉脱壳，转世为人，本已经失去了魔的记忆，与常人无异。是朝圣堂找上我，他们唤醒了我的记忆，也激发出我的恨意。你们南宫家不过是一群伪君子，说什么斩妖镇魔，不过是想抽取我身上的力量罢了。阿国，不，魔头，你胡说什么？怎么，你不知道啊？我的好大哥，难道你没有告诉倩倩，她父亲做的好事吗？啊！倩倩，其实当年你父亲是南宫家族最精彩绝艳的天才，当时他看出封印会在我们这一代破开，所以想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抽取魔主的力量，荣誉自身。爸，既然做过这样的事儿，那后来呢？你爸成功了，他巧取撕裂了大魔的元神，大量吸取了魔主的力量，但也因此彻底堕魔。为了不给南宫家带来灭顶之灾，他趁着还有最后一丝理智，让我亲手杀了你。我，你没有杀死那个家伙，从我身上抽取了那么多力量，他怎么会轻而易举的死啊？是我亲手夺回了那股力量，彻底杀了他。你竟敢！可是，即便是杀了他，但我元神撕裂之痛却也永远无法平息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发誓要报复在你们南宫家人的身上，让你们领受最残忍的痛苦。所以你策划这一切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像猫捉老鼠那样折磨南宫家人。你真残忍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是他们南宫家让我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，报复在他们身上，那是天经地义。不，你错了，你不是魔主转世。不是。云淼小姐，她都已经承认了，她就是那个魔主啊。是啊，云淼小姐，这桩桩件件都对得上，她怎么能不是魔头呢？你不是魔，是人。笑话，我不是魔，我是什么？啊？我的那些记忆，他明明告诉我，记忆就一定是真实的吗？你也篡改过别人的记忆，不是吗？你是说我的记忆不是我的记忆，是假的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好好想想，你是从什么时候觉得你是魔主转世的？是三弟被大哥杀死的时候，我看到他身上涌动出那股恐怖的力量，我心动了，我想要把这股力量为我所用，我就能够称霸天下。于是我伸手触摸，再然后就……我知道了，是霍希魔的力量和记忆一起涌入了你的身体，混淆了你的记忆，所以你误认为霍希魔的记忆就是你的记忆，自此你便认为你就是魔主转世。什么？我不是魔？我真的不是魔？
那我是什么？啊，如果我不是魔的话，那我之前做的这些都算什么？我为了把不属于我的仇恨，我亲手杀了我的儿子，我亲手害了南宫家那么多人。二伯，你怎么会如此糊涂？哎，这就叫害人害己。你为了追求更强大的力量，迷失了本心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你的贪心造成了这一桩桩的悲剧。不是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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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们骗我，你们骗我，我要杀了你们，我能看出来这是执念，但这红点是什么呀？心魂。哎，玉面小姐，您做了什么？心魂被夺，虽生如死；心魂归位，自可复生。玉面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，我的夫人还有儿子，他们都还活着？自然。我就说呀，于淼小姐，您一早就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他们并没有真实的死亡，只要我们解决了这个魔头，那一切都是可以挽回的。于淼小姐，您太神了！于淼小姐，谢谢您，真的谢谢您。该办正事了。正事？哎，这下这个大魔头彻底被封印了。不过，玉面小姐，这保温杯该怎么保管？于淼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南宫家一定会世代镇压此魔，万死不辞。原来南宫家老爷子的心愿就是镇压大魔，现在心愿完成，执念自然消散。小姐，那我此生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？若此局能成，1000年后，也许还会相见。南宫诺，你辛苦了。将来若是有事，可以来找我。我等谢过云淼小姐。哎，灰色的执念，这感觉好弱小啊！云淼小姐，这代表什么？此间事了，走了。云淼小姐，你要去哪？请让我送送您。南宫家现世家主南宫傲，恭送祖师。大伯，你是说？难怪他有如此通天手段，洞悉一切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南宫倩倩，恭送祖师。哎，玉面小姐，我们来南宫家不是为了找寻您记忆的线索吗？这就走了？难道您已经找回了记忆？记忆被我留在了不同的地方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记忆留在了不同的地方？难道是您自己散去的记忆？这是为什么？天高意远，犹未可知。于淼小姐，
每次听您说一些这样高深的话，我都感觉我像个二傻子一样，什么都听不懂。无妨，继续化解执念，自然找回记忆，解开谜团。我懂了，当务之急是解决这件事儿。月美小姐，这次的执念又是谁？似是个富家千金，曾经走丢，找回后死了。月美小姐，您不至于每次给的范围都这么大，这是……我是说，我保证完成任务啊。喂，江哥，江湖救急是吧？恭喜你，江哥，你都会抢答了。少来了，说吧，这次找谁？对，你说的这个人，我好像见过。真的？你应该也听过的，就是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许家的真假千金。许家？难道是那件事儿？难道是那件事儿？月美小姐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是几年前的一桩奇事。齐城豪门许家千金许如意被爆出假千金养女的身份，后来真千金许雅然被接回许家，闹得沸沸扬扬。听说许家宠真千金上天，凡是名门宴会必须带她一起，因此得罪了当地的地痞流氓，吓到了真千金，所以许家燕皮息鼓，不再让真千金出门了。自此，这些年都再没有听过她的故事。哦，原来你叫许雅然。许雅然，许家真千金死了。继续查。喂，江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着急跟云淼小姐解释，那个这事儿可能还得麻烦你继续调查。无妨，我刚才已经查了，但许家在外地一贯低调，这几年流露在外的消息很少，只知道许家千金确实死了，不知道丧事办得怎么样。这样吧，我把许家人的住所发给你，你带云淼小姐去看看。哇，还得是你啊，江哥！这地方也太远了吧，今天晚上肯定是没办法到达了。江哥，你能不能晚上安排一个好点的住处？我倒是无所谓，云淼小姐要是休息不好，我就死定了。你这小奴仆当的还真是挺好啊！放心，我们御营八大家都是云淼小姐的人，服侍好她是我们的使命。按你们的路线，应该会路过陈家，我这就通知他们，一定以最高规格接待云淼小姐。好嘞，谢谢江哥。云淼小姐，我搞定了。请。御营八大家，陈家上下恭迎小姐。陈家主，陈家老爷子，陈督爵，这些都是龙头大佬啊！不行，我现在是云淼小姐的首席大奴才，我不能跌份儿。小姐，这些都是陈家为您准备的。赶紧拿走！这些庸俗之物怎么能配得上云淼小姐的仙姿玉色呢？啊，是。这时候云淼小姐未免也太难伺候了吧？咱们这些东西加起来少说几个亿呢，就这么被退回来了。闭嘴！你们都为我记住了，不许对云淼小姐有半点不敬。云淼小姐就是天，
谁敢不敬，我打断他的腿！家主，咱们是不是去找一些稀奇古玩，孝敬云淼小姐？走。三叔，这凭什么呀？我就发2句牢骚。你呀，不冤。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，这些年来，你们天天被长辈逼着学习琴棋书画，饱读诗书，陶冶情操。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是，不是为了继承家业吗？不，是为了有机会服侍云淼小姐，让她多看咱们陈家一眼。玉英八大家无不如此。这不会吧？这不可能吧，三叔！我们每天累死累活求学中外，就为了让他多看一眼。云淼小姐，要是能多看你们一眼，不仅你们能够平步青云，就连咱们整个家族都会飞黄腾达的。我这么说，你们该明白了吧？云淼小姐，您自下山以来就这么一位服侍，这哪够啊？您瞧，这都是我们陈家优秀的弟子，个个都是天之骄子啊！您随意挑。替云淼小姐挑选。我去，这陈家不讲武德呀！这一个个都是天之骄子，能力都碾压我，我们会被云淼小姐不要了吗？你忌日小心一点。走了。好，云淼小姐。恭送小姐，恭送小姐。兄弟们，不好意思，我才是云淼小姐的首席大奴才。你们要是想做奴才，可以是可以，再等等。周副手，我早晚打爆你，将你取而代之！哎，做梦啊！我才是真命天奴！哎，云淼小姐，江哥发来了一条重要线索。哦，江哥说，徐二然流落在外时，有一个收养他的养父，这养父3年前去了许家的山间别墅，说是想讨回18年的女儿，可之后就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云淼小姐，这件事情处处透露着蹊跷啊！不急，去了便知。好，出发。云小姐，别墅在山上，就只能送您到这儿了。嗯。云淼小姐，请下车。学的还不错，是吧？是吧？云淼小姐，我一直就觉得我天生就有伺候人的天赋，只有跟着您，我的天赋才有用武之地。把别墅建得这么偏僻，这些有钱人是不是想干什么坏事？唉。你好，大婶，打听个事儿啊，齐城豪门许家是不是住在这山上？哎，大婶，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许家这么吓人吗？哎，云淼小姐，门没锁，请进。
哎，奇怪，外面明明是大晴天，这个伞怎么能湿成这样？两位，你们是？哦，我们是预约来拜访的。我是周福生，这位是我们的云淼小姐。江哥已经和你们打过电话了吧？您稍等。根本没有预约，你们到底是谁？没有预约？不可能啊！江哥干不出这么不靠谱的事情。什么事情这么吵闹？夫人，这两位假报预约，意图不轨。不是，你们别误会啊！我已经让江哥去约了，可能是他忘了。江行，是，就是他。他说和您家千金认识。雅然的朋友吗？这么说，你们是来吊唁的？抱歉，失态了。妈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妹妹在天之灵，也不希望您可这样了。这应该就是那个假千金，许家养女许如意了。没事，抱歉，失态了。既然是来吊唁的，那就请上楼吧。雅然生前没有多少朋友，你们能来送她最后一程，她一定很高兴。许夫人，我方便问一下，徐雅然是怎么死的吗？抱歉啊，我妈没事，我知道，你也是为了雅然好，雅然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我替她高兴。妈，你别想这些了，先上去看妹妹吧。我跟客人说。好。妹妹离世，妈太伤心了，所以这件事情我跟你们说吧。妹妹走丢的那些年，受了太多苦，身体虚弱的不成样子。前几天刚回来就发了高烧，等医生来时，人已经……就这么简单？怎么可能？这个假千金语焉不详，肯定没说实话。带我去看看遗体。这恐怕……妹妹尸体已经火化了。这么急？是这样的，妹妹自幼离家，没想过家里几天温暖，所以父亲想着先火化了，再回家举办葬礼呢。玉梅小姐，我感觉这件事情太古怪了，哪有办葬礼不在殡仪馆，非要在自己家里办？我感觉他们在掩饰什么。如意，等等，大小姐，这两个人太没礼貌了。来者是客，既然他们是妹妹的朋友，咱们许家也要好好招待一下，去准备一些茶点，一会儿送上。好，我听您的。这位小姐，2楼布置有点吓人，要不咱们还是在1楼吧？不用，我们什么阵仗没见过。去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搞什么丧事啊？姐，这是谁呀？大吵大闹。他们是妹妹的朋友。两位客人受惊了，这是我们按照大师布置的，虽有些古怪，但是大师说了，一定能让我们的女儿转世投胎个好人家。玉梅小姐，她说这样布置真的有用吗？没用。你这小姑娘好没礼貌，这可是朝圣堂沈先生亲自安排的，你竟敢质疑？你说谁？沈样之？原来你们知道，那就更不应该质疑了。要不是沈先生亲自出手帮忙，
小女不知道在那边还要受多少苦处啊！不可能啊！沈样之明明已经死了。客人，您说什么呢？沈先生明明活得好好的。不是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你们？没错，沈大师亲自来过，帮我们布置好了一切。啊！这冷静。难不成沈样之金蝉脱壳根本没死？可是他有那个能力在云淼小姐面前逃走吗？说不通啊！这你们近日可有什么感觉？感觉？什么感觉？自从妹妹离世后，我每次醒来眼睛都会疼，有些睁不开眼呢。不知道这个算吗？这么说，我每天早起的时候脚又疼又麻，得缓好久才能下床走路呢。阿斌、如意，你们怎么不早说？说来妈也是，早起总觉得头疼。我早上起来胸口疼的也厉害啊！你知道是为什么？诸行有常，因果循环。云梅小姐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请不吝赐教，我许家为何人人不识啊？欲求先予，这个道理要我教你吗？你想要什么？徐雅然，她可有留下什么东西？小女的遗物都随她一起火化了。请留步，小女在房间里还留有一些东西，等我们办完葬礼，就让黄管家带你去取。不是，这葬礼还没办完吗？还有最后一道仪式。云梅小姐，这是什么呀？两位客人不必惊慌，这是沈先生叮嘱的送别仪式。沈先生说了，这个时候不能开灯，只能点蜡烛。这也太诡异了吧！女儿，我的女儿！夫人，节哀。女儿啊，你为什么狠心抛下老爸呀？妹妹，你再过了几天好日子，怎么这就去了呢？啊，我的姐呀，你好苦啊！云梅小姐，这除了许家夫人哭得正常点以外，其他人哭得也太假了吧？哎，云梅小姐，您看到了吗？刚才他……云梅小姐，我在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云梅小姐，下面。兔子病了，二兔子强，三兔子没有，四兔子疯，五兔子多病死掉，六兔子开，这什么声音？七兔子满着头。他们为什么抱着骨灰盒去地下室了？为什么是地下室？他不应该去墓地吗？你们怎么把这个打开了？这是可以播放儿歌的玩偶，这是徐雅然小姐生前最爱的玩具。哦，应该是我刚才去开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它，打开了，原来是娃娃播放的歌，吓死我了。两位，今晚家主有事，怠慢了，
老爷吩咐，求你们在此住一晚，明日一定好好招待。如果两位想看徐雅然小姐的遗物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房间。今晚你们就住在那个房间。谁住谁的房间？徐雅然的房间？玉梅小姐，我们真的要住徐雅然的房间？带路吧。就是这里。玉梅小姐，开门。哦，对了，家中没什么规矩，就是地下室绝对不能去。哦，明白。不能打扰了徐小姐在天之灵。您能理解就好。祝两位晚安。送给亲爱的妹妹徐雅然生日快乐，姐姐许如意赠。这是3年前的屏幕手机，拿这么老的款式当生日礼物，看来这真假千金之间的关系很一般啊。再看看。2022年2月8日，3年前的日记。继续。爸爸妈妈接我回家了，家里有姐姐和弟弟，我好喜欢他们。2022年2月22日，我给弟弟做了面条，可是被弟弟打翻了。弟弟还说我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才不吃我做的东西，嫌脏。但没关系，我以后会努力练习厨艺，给弟弟做大餐的。4月5日，今天被爸爸骂了。我不明白，我只是想给爸爸准备生日礼物，为什么爸爸却连问都不问，就打翻了我所有的小星星？我就这么差劲吗？继续。哎，这里怎么被撕了这么多？剩下的全是空白。这是泪痕吗？我已经能想象到了，许家小姐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委屈。可是就算如此，外界不是传言许家把她宠上天了吗？啊！这动静是地下室，还真是地下室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撞击地下室的门。玉梅小姐，我们赶紧去吧。抱歉，两位，地下室的贱东西又跑出来了。不对，是今天刚出来。总之，我们会处理。你们两个安心待在房间，今晚无论听到任何动静，都别出来。不用管。玉梅小姐，这也太古怪了。他说不用管。所以这执念到底要干嘛？灰色的好奇怪啊。只是见证。见证？什么见证？睡吧，明日再看。哦。这么大的豪宅，连个内置卫生间都没有，还没有我家好呢。
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呀。灯。啊！我的脚，我的脚！别这样，求你！啊！我的眼睛！不，这不是真的！啊！你敢！啊！刘远呢？刘远呢？我小姐！醒了。于淼小姐，我昨天晚上不是？难道我做噩梦了？这个梦这么真实的吗？两位休息好了吗？老爷夫人有请。拿着东西，跟上来。我去，腿都软了。昨晚这个梦也太真实了，我到底干什么了呀？李淼小姐救我一下！拿着东西，跟上来。于淼小姐刚那个意思，不需要让我把它打开吗？这是徐亚然日记撕下来的题目。4月28日，我想爸爸一定是不喜欢小星星，所以我折了千纸鹤，想要给爸爸惊喜。可是4月29日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种地方？4月30日，我好饿，姐姐来给我送吃的了。可为什么她的5月1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混蛋，这帮畜生！云小姐，昨天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许家到底为什么全员不是啊？云小姐放心，我们许家不会白白请教，一点礼物不成敬意。礼物？你们许家好歹是豪门，就拿这些过时款当礼物？徐夫人，我好歹也是豪门大少，你在瞧不起我们吗？喂，你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？我还没问你们是什么意思。许家人，你们这群畜生，好好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！你什么东西？乱七八糟！你在说什么呢？不承认是吧？好，我今天一字一句给你们念清楚，你们给我听好了。2022年2月22日，我给弟弟做了面条。4月5号，今天被爸爸骂了。小斌、建业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雅然？
我山珍海味吃惯了，乡下野丫头做的面本来就上不了台面。我那时候不是事情多吗？再说我也不知道他做的那些东西都是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我也不需要那些廉价的生日。你们怎么会？不对啊，你们在我面前不是最疼雅然了吗？这是他们集体在你面前演戏。接着听好，4月28日，我想，爸爸一定是不喜欢小星星，所以我折了千纸鹤，想给爸爸惊喜。可是爸爸却狠狠地扇了我耳光，说一天到晚我不干正事，把我关到地下室，说背熟了家规才能出来。4月29日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把我关在这种地方？这里天太黑了，爸爸不许我开灯，我好害怕。4月30日，我好饿，姐姐来给我送吃的。可为什么里面都是脏东西？姐姐逼我吃下去，我好恶心，吐了好多。姐姐却笑得好大声。不是这样的，妈，我只是恶作剧的。5月1日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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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姐弟弟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别再打我了，爸爸妈妈，求求你们放我出去。5月4日，我发烧了，我好难受，没有人来看我。所有人好像都把我忘了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5月5日，爸爸发现了我的异常，可是他说我在装病，罚我不许吃饭。什么时候不装了才可以吃饭？可是爸爸，我没有装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。5月6日，妈妈出差回来，我听到了声音，我想向她寻求帮助，可是我出不去，我只能远远看着妈妈抱着姐姐和弟弟，给他们礼物。他们笑得那么开心，也许他们眼里从来就没有我。5月7日，没有人爱我，我恨你所有人。所以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你们还要把徐雅然小姐接回来？难道就是为了把她凌虐致死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建业。阿斌，如意，你们都做了什么？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嫉妒他一回来就抢走我许家千金的名号，所以我想给他一点教训的。其实我也很爱他的，要不然不会他一回来我就给他想要的苹果手机给他当生日礼物的。3年前的苹果手机你也好意思送，真是有诚意啊！你什么？妈，我跟姐姐本来没想把她怎么样，是她自己受不住折磨，这也怪不了我们呀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建业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啊！哎呀，当时我正忙着公司业务，哪管得了那么多？而且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明说？就几句话的事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要怪徐雅然小姐吗？你别忘了，她给你折星星、折千纸鹤，是你不屑一顾，你还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她，你还想让她给你解释清楚？你给她机会了吗？够了！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为她好。她在外面养了一身野性，不好好教教，岂不是丢了我们堂堂许家的脸面？我没有做错，是吗？可他不是这样说的。许家的畜生，你们还我女儿！你这老东西怎么跑出来的？黄管家，你怎么办的事？跑出来？干嘛？难道昨晚地下室关的是他？你们放开我！你们这些畜生，你们害死了雅然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所以你是徐雅然的养父？喂，他为什么在你这家地下室里？什么为什么？这老东西冲到我们家来捣乱。要不是这2天暴雨洪涝没法下山，我们早就把他送去执法部了。放屁！
你找借口也找个像样的借口呀！我和于淼小姐就是上山来的，暴雨洪涝在哪儿呢？我看你就是想动用私刑，这与你有何干？这是我们家事，你少管闲事。罢了。雅然，雅然，都是爸爸对不起你，是爸爸的错，爸爸不能帮你报仇。让他说，故事还没听够。我忍你很久了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关你。我劝你好好的听于淼小姐说话，否则等会儿有你罪受。这位小姐，我看你不是一般人，求求您帮帮我，我不让雅然死的不明不白。说吧，从头开始说。如您所见，我是雅然的养父，虽然我们不是亲生父女，但一直相依为命，生死亲生。可惜我没用，身患重病，雅然为了救我卖了随身的玉佩，要不是这样，就不会被戳破身世，进了这只畜生的狼窝。谁领的？我警告你别胡说！我乱说，我乱说。许家的畜生，竟然把我最爱的女儿夺走，就该善待她呀！可你们都做了什么？说什么？教雅然规矩，不许她吃饭，把她关在地下室，哪怕她发着高烧，你们都觉得她在骗人，连医院都不让她去啊！你们知道吗？雅然跟我说，她最狼狈的时候，甚至要和狗抢东西吃。所以日记里写的不是全部。畜生，你们真该下地狱！他说的是真的，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？妈，这是你自己吩咐的，怕姐姐多想，让她先别出现在你面前，免得她争宠。我做了什么？我都做了什么？我居然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女儿。许建业，那么你呢？你为什么没有发现雅然的异常？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当时我正忙着生意场上的事，哪有空管这些？再说了，如意虽然是养女，但是是我一手培养的，以后还要辅佐小兵继承家业。许家已经没有多余的东西让许雅然继承了，我要断了他不切实际的想法。那你频繁的让雅然出席宴会，对外宣称宠她，又是为了什么？那当然是为了营造我们许家重亲情的形象，这对我们许家的生意大有好处。哎，你还是人吗？建业，你这样算计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你想过她的感受吗？雅然，她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会这么问呢？这雅然当然是我亲生女儿，是大局为重，大局为重。所以你就坐视养女，亲生女儿逼死你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好的一个家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我该死。雅然，妈这就来陪你。呀，文婉，你干什么？爸，你别冲动，这件事本来就怪不到你头上。
怪不到吗？可在他看来，你似乎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徐美小姐，您说什么？许夫人是罪魁祸首？啊，对，是我害死了雅然。我要是不把她弄丢，我要是再对她关心一点，她或许就不会死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是罪人，我该死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我妈已经很愧疚了，你干嘛还要刺激她？她主导了一切，何来内疚一番？玉苗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玉苗小姐，这事是不是有误会啊？许夫人虽然确实是偏心，但是她应该也是爱着许雅然的。日记最后一页。是啊，如果许夫人真的爱着自己的女儿的话，能给她一些温暖的话，最后她怎么会说出自己很绝望，说恨所有人的这种话？就因为一句话？是，我承认我对雅然是有疏忽的地方，可就仅凭一句话就说我是主导者，这也太……你错了，我对你们的肮脏事不感兴趣，我只是来了却他的执念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对我妈做了什么？说吧，他要你亲口说出来。好，我说。什么？阿婉，你主导了这一切？这怎么可能嘛？雅然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徐建业，是你逼我生的女儿。如意才是我与心爱之人所生，我真真正正的亲女儿。阿婉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玩笑？其实，如意不是捡来的养女，而是我与初恋所生。在你逼着我和你联姻之前，就已经生了如意。可就是因为你们家族的逼迫，我不得不和她分开，甚至连女儿都没有办法接到身边抚养，生怕被你查出来。徐建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，我和挚爱分手，和骨肉分离，我有多恨，你知道吗？居然是这样，没想到你们一直在演戏。所以这都是你布的局，故意弄丢雅然，然后接回这个所谓的养女，还让雅然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好不容易雅然回来，你还亲手害死了她，你这个屠夫，你好狠呐！狠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狠？徐建业，当初徐雅然被接回，我还害怕呢，我怕你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对她完全的漠不关心。就是因为你的冷漠，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！还
看什么看？当初要不是因为连续丢掉2个孩子会被怀疑，你早就被我给扔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切被你给看穿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没资格知道，你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疯子。许家主虽然有错，但许雅然是无辜的呀，她还是你的女儿，你竟然亲手残害她致死。虐待她的又不止我一个人，我只是顺水推舟而已。更何况，他本来就是个贱人，死了也就死了。就是，本来就是徐雅人那个贱人的错。我讨厌他，你们不也讨厌他？毒妇！我要杀了你们，为雅然报仇！低层的贱民，滚远点儿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初你对徐雅然那个贱人非打即骂，现在在这儿装什么深情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就是这个男人，口口声声的说舍不得养你，其实他是舍不得一棵摇钱树。这些年来，他没少逼着徐雅然那个贱人出去卖，赚钱给他花。要不然怎么会徐雅然回到许家之后，就完全不跟他联系了呢？难怪笔记里没有提及他的丈夫。既然被你们识破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徐家人，你们也不想家丑外扬吧？那就给我一笔封口费，大家都好过啊！畜生，你们一群畜生！你们一群畜生！没错，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好东西。够了！就当我们都有罪好了。婉婉，你报复也报复了，徐雅然也不能死而复生，就此收手好不好？我们还可以是模范夫妻啊！婉婉，我是认真的，徐家不能颜面扫地，不能沦为笑柄。你答应我，把这件事情掩盖住，就可以既往不咎。好啊，你最看重的，果然还是你许家的颜面。徐仙女，徐雅然死得那么早，你就从来就没想过为他报仇？过去就让他过去吧！啊！许家主，那可是你女儿呀！女儿没了可以再生，但是徐家的产业不能没了。还有你这种人！够了！感谢两位今天帮我们查明真相。不过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。还有，我警告两位，今天的事不准说出去，否则得罪了我们许家，我就没有意义。玉梅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许家的家产，许家的名声，都没有意义了。混蛋！你说什么？你看不起我们许家？差不多了。这东西，地下室，没道理啊！这老东西不是在这儿吗？好好想想，地下室埋着谁？好好想想，地下室埋着谁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是不可能！他已经死了，我把他回去了，难道还会起来兴风作浪？玉梅小姐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徐雅然没死，死了，而且3年前就死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什么3年前？我女儿3天前才刚刚去世。力量这么稀薄了吗？难怪维持不了这场循环了。玉梅小姐，这时间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好
好好想想，你一路走来就没有半点察觉吗？江哥说，徐亚然流落在外时，有一个收养他的养父。这养父3年前去了许家的山间别墅，说是想讨回18年的女儿，可之后就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齐城豪门许家是不是住在这山上？哎，大婶儿。哎，奇怪，外面明明是大晴天，这个伞怎么能湿成这样？根本没有预约，你们到底是谁？不可能啊！沈耀之明明已经死了。客人，您说什么呢？沈先生明明活得好好的。这是3年前的聘礼手信，拿这么老的款式当生日，看来这真假千金之间的关系很一般。可是这一切，种种的点滴都表明，这间别墅的时间停留在了3年前。难道整整3年里，你们一直在这里重复循环这2天所有的经历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循环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明白了，我就说为什么这间别墅处处透露着古怪，因为这间别墅的时间停留在了3年前，重复循环。所以我们进来的时候雨伞是湿的，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明明是晴天，可你们却说外面下着暴雨。更甚，你们把他关在这里不送去执法部，也是因为在这个循环的时间里，山里确实是下着大雨的。不止这些，诡异的事情太多了。但是如果一切是时间循环的话，这些都说得通了。等等，那每次循环的最后一刻是审判。每当午夜12点，徐雅然的煞气将彻底失控，杀光你们，然后开启新的循环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，那这3年我们岂不是一直被赏？所以说我昨天晚上梦到的那一幕，不，昨天晚上经历的那根本就不是梦，而是循环了无数次的事实。你被贯穿胸口而死，所以你每天早上胸口都会疼；你被砍断双脚而死，所以你每天早起双腿都会痛。还有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死法，然后又经历了无数次的循环，而徐亚人的执念又恰巧到了控制不住循环的边缘。如果这样说来的话，所以你们每天起来会感受到疼痛和不适。这场长达3年的死亡循环，你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快受不住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那个逆来顺受的贱人，他凭什么困住我们，肆意屠杀啊？许家的产业，许家的名望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啊！不要这么被折磨！凭什么？雪儿那个贱人凭什么折磨我？于小姐，你慈悲为怀，救救我吧，好不好？你要求的不是我。我错，妹妹，我可以道歉，请饶了我吧。姐姐，我是畜生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女儿，爸的好女儿，你就这么看着折磨爸吗？我们可是血脉相亲的一家人呐！女儿，妈错了，你就看在妈有苦衷的份上啊，你放妈离开这儿吧啊！女儿，爸爸给你磕头了，消消气啊，消消气啊！你们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你们折辱徐亚然小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报应？玉梅小姐，照我看，我们别管他们了，我们就把他们留在这儿，让他们承受无尽的折磨好了。让他们承受无尽的折磨好了。于小姐，你可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是，于小姐，你要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能带我们脱离这个循环地狱。一想到这3年，我每天都在被
我就要崩溃了。云小姐，我求求我们，救救我们！徐美小姐，这场循环快结束了，我们也该离开了吧？不行。我就知道，云小姐身为同学，自卑为怀，一定会愿意救我们的。徐美小姐，你真的要帮他们吗？不，只是她的力量日渐微弱，快要维持不住这场循环了。否则这场循环应该完美无缺，岂会让外人察觉出异样？难怪这执念是灰色的，这代表他已经没什么力量了。所以他的执念是不甘心就这样结束，想求云淼小姐帮助。不，他没有求我，只是让我见证了这一切，然后自己决定要不要帮他维持这场循环。云小姐，真听你疯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出手帮忙啊！是啊，云小姐，我们都被杀了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多少罪也应该偿清了呀。不，你们并没有真的死，你们都还活着，只是被困住了。云小姐，我不想被困住，求您大发慈悲，结束这循环吧。没用的，云小姐已经决定了。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最不应该被困在这。求你，救我，救我！云淼小姐，她好像确实没做什么恶。是吗？可你不是许如意的生父吗？徐雅然被全家厌弃，你没有在暗中使坏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如意，不，大小姐，这两个人太没礼貌了。我的女儿，夫人，节哀。好啊，我明白了。我就说你区一个管家怎么对许如意还有许夫人是那个态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初恋。你一直里暗地里帮助他们，配合他们母女俩下手针对许雅然，以至于他的爸爸和弟弟一次又一次的误会了他。囚笼已成，你们将永远身处这场循环之中，直至寿元耗尽。不，云小姐，云小姐别走啊！总算出来了，云淼小姐，这帮畜生也算是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，虽然没死，但却比死了还痛。因果报应罢了。就是。哎，对了，云淼小姐，您说了除执念有可能找回记忆，那现在……小姐，九霄云阙这么重要的地方，您交给我保管吗？看好门户，待我归来。是小姐，我定为小姐守好门户。查查江南傅家。傅家？那不用查，江南首富世家3代皆为首富，说是富可敌国也不为过呀。哦，是真的，云淼小姐。傅家坐拥无比神秘的九霄云阙，传闻九霄云阙奇珍异宝取之不尽，还有传闻说九霄云阙藏有通天财运，得之即可财运亨通。傅家代代居住，代代富贵。继续说。还有的话，哦，对了，傅家什么都拥有了，唯独子嗣难求。3代单传不说，到了这一代的继承人，竟然还是一个绝死佛子，
性情冷淡，无论是什么大师或者神医都断言，绝无子嗣可能。再生产，还是您稍等啊，江哥，傅家有什么可查的？我知道，我还问你吗？云淼小姐让查的。马上。哎，云淼小姐发过来了。这傅家最近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，不过倒是迎回了一个少夫人，还说已经怀有身孕。有意思。明明说是绝嗣还能让人怀孕，这不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好运娇妻？走吧，去傅家。是。